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春晚讲堂。今天是6月5号，那我们多伦多这10天之内，经历了从冬天到夏天的这个剧烈转换。那我们对种菜的来讲，会遇到什么情况呢？5月23号、24号、25号，还有这个霜冻。那在这之前栽下去的小苗就受霜冻，大部分被冻坏了。那5月25号以后，包括到今天遇到的情况什么情况呢？好几天都是这个25度、27度甚至30度的高温。那这又遇到什么情况呢？这第一，跟我们栽小苗遇到问题，栽下去以后，大部分小苗被晒坏。那怎么办呢？很多朋友问问题都很着急。那我就这样说，不要着急，一切都来得及。照这3句话处理，就不受影响。第一个，补栽补种；第二个，松土施肥；第三一个，把握伤情。那好，第一个补栽补种。那如果现在我们这个栽下去的小苗，如果发现小苗已经死了，或者说新叶这个没有希望了，那就赶快补栽。好。什么情况需要补栽呢？我们观察这个它的新叶，像这种新叶很正常，苗没有问题。像这2棵苗当中，这棵没有问题，这棵就有点问题，这棵就属于典型的僵苗。那幸好我们栽了2棵，就可以把这棵拿掉。但是万一缺了苗，那我们就要补栽和补种。所谓补栽呢，就是栽苗。那栽苗的话，技巧在哪里呢？现在天气很热，栽下去以后容易被太阳晒坏，成活率低。那关键把握2点。第一个，我们选择傍晚移栽。那现在是5点多，5点以后栽，太阳不那么强烈了，带根移栽，这是第一。第二一个，那我们善于使用一个东西，这个叫遮阴网，把阳光挡住50%左右。那栽下去的3天盖遮阴网，这小苗的成活就没有问题。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说，遮阴网我们在亚马逊可以买到，但是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可以随手可得。那什么东西呢？这种箩筐，带眼的褐色箩筐，它的透光率差不多50%。我们苗栽下去以后，比如说我们栽的这个南瓜，这几个南瓜就是栽了以后，用这个筐开始3天，早上10点钟盖到下午5点，10点钟太阳开始强了，盖起来，到下午5点拿开，接到露水，这样盖住。但新栽下去的小苗，这个早一次水，晚一次水是必须的，这鱼栽的成活，保证成活。那补种是什么意思呢？补种就说，比如说我们现在手里面没苗了，怎么办？那补种呢，其实都来得及。那补种要分2种情况，一个是大种子，一个是小种子。左手拿的是羽衣甘蓝，它的种子非常小。这个是玉米，种子属于大种子。怎么区分呢？我们徒手用手指去抓，如果很难准确的抓起1颗，那属于小种子。那可以准确的抓起1颗，那属于大种子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大种子和小种子的这个播种方法是不一样的。那我们大种子的播种，就是先挖一个坑，我们来挖一个坑，比如说我们这个播种玉米，好，这坑的深度大概10厘米左右。我们挖好以后，往里面施底肥。因为我这个施肥是很多了，所以我现在就不准备施底肥了。好，为了保险起见，一个坑放2粒种子。为什么2粒？相当于上保险，就是万一哪一棵被虫咬了，或哪一棵不出苗，保证它有这个出苗率。出来以后会不会太挤？这个株距，这个
我们以后出苗后可决定保留1颗就可以了，但是到小苗有10公分的时候，决定留下1颗壮的就可以了。那现在的关键来了，就是眼种。通常我们眼种些种子有多大，眼多深。好，这个种子1厘米左右，我们眼1厘米深的土。很多人这个种直播豆角、直播玉米出苗率不好，关键一个原因就是眼种深度过深或者过浅。过深了，种子太深出苗困难；过浅了，容易缺水被干到。所以1厘米的土。另外最重要的一个关键，这是我的一个小的技巧，可以保证它出苗100%。好，割下的青草适当堆沤以后，我们拿来直播的苗，豆角也好，这个玉米也好，盖上一层，也是盖上差不多薄薄的2-3公分就好了。它的作用，首先一个作用，防止浇水冲刷把种子埋得过深，让种子出苗容易。第二一个，它有保潮的作用。第三个，它还能提供一定的肥力，就保证100%的成活。那好，小种子怎么办呢？小种子它的问题也是出在眼种深度。我们先把这个地弄好，肥料施好，土松好，弄平，先浇水后播种。这样的话，保证浇水的时候种子不会被冲走，或者说不会被冲得眼埋太深。直播这个小种子出苗出得太差，就是这样引起的。因为我们这一块辣椒，密度比较稀，所以我们在边上的话，我们还可以种一点东西，种了玉米。玉米里面我还准备种一点点这个羽衣甘蓝。我们先来浇水。好，浇水要温柔柔和，让土壤充分的湿润。很多人播种荠菜出苗差，原因就在这里。照这个方法，预先湿润土壤，可以保证出苗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刚才我说的意思就这样。如果没有这个草在这垫的话，那玉米种子这个土下去会把玉米种子盖得太深。好，水浇好了，我们来播种这个羽衣甘蓝。羽衣甘蓝的种子真小，那我们用2个手指是绝对没法拿起，这里出1颗就够了。多的苗担我们可以移栽到别的位置去。好，我们再来轻轻地浇一下水。这次一定要温柔，通过水雾的冲击力，就可以把这个小苗，把这种种子掩好，让它和土壤充分的贴合，这样有利于它的出苗。为了保险起见的话，我还可以撒一点点这个茂起，就是堆过的干草。它的作用就是防止这个水对种子冲刷，对土壤的冲刷，这样种子的话就不会移位。因为我们是堆沤过的，所以不存在这个杂草的问题。我去年就用过，不是个问题，很好。因为是直播，我们土壤里面浇了足够的水，所以就是不需要每天浇水，3天4天以后再来浇水就好了。浇水太多，种子容易霉烂。那好，这是关于补栽补种的。接下来我们到了这个松土施肥。那之所以出现这个秧苗，根本问题是什么问题呢？一个是移栽过程当中根系受损，再一个下来以后受到这个冷或者热的影响，所以它这个根系来不及恢复。那叶子发黄，最典型的一个就是它的氮供应有问题。那我们现在给它提供适当的氮肥，
那这样它的话，就能很快就恢复。这一块的玉米、辣椒已经成活了，但是长得不好。好，我们给每一棵撒上肥料。这样的话，再松土，这个培土，那就这个过程就完了。在培土过程、松土过程当中的话，杂草自然也得到这个控制。好像这个杂草，把它土挖回来，附住小苗，肥料就埋在了这个小苗的根部，杂草也得到清除。然后一浇水的话，小苗很快就能吸收到这个养分。然后松土的话，也有助于这个空气进到这个根系，有利于根系的发育。它得到了肥，得到了空气，得到了水分，那小苗很快就会恢复回来。这就是玉米采取这个弹播的一个最大的好处，它可以存土、存这个肥、存水，然后还可以培土护根，防止倒伏。好，这个过程就完成了。那剩下到第3步就是把握伤情。为什么把握伤情呢？所谓伤情就是指土壤水分的这个一个状况。我为什么不说是要注意浇水呢？因为这个伤情才是最重要的一个情况。水浇多了，对这个植物生长同样是不好。那伤情好不好怎么判断？我们清晨来到地里面看，土壤会反潮，那就说明这个水分不缺水。还有，现在是下午5点多，我们挖开土壤，能看到土壤这个有潮气，那说明不缺水。否则的话，你一味浇水，像有的人说，这样天热，要早浇一次水，晚浇一次水，错。如果是我们刚栽下去的小苗，没错，开始3天，这个早上一次水，晚上一次水，早上一次水，晚上一次水，让它成活，这是需要的。但是呢，更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浇水的同时，你开始3天，别忘了遮阴，把握伤情。但是3天以后就不能靠浇水，为什么呢？你水浇多了以后，引起土壤板结，引起这个根系供氧不足，那根系发育不好，同样会有问题。那我3天以后，我们浇水就只能是根据伤情来判断，改成什么呢？逐渐减少浇水次数，改成1天1次、2天1次，最后到差不多3天1次，这叫把握伤情。那最好的伤情就像这种情况，早上我来看，昨天没浇水，前天浇过，早上我来看这个土壤很潮，现在我松土以后，土壤下边大概下去2公分2厘米，它土壤是潮的，说明这个伤情没有问题。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辣椒，今年很多人也育苗太早，这个辣椒成老头苗的情况很多。那什么是老头苗？我们来看这一个，才这么高的苗，它就结辣椒了，值不值得高兴？不值得高兴，属于未老先衰。那这个辣椒，它也不会成器的。但很多人就会怎么办？然后有的人会更出招，要把下边叶子拔掉，要把这个辣椒摘掉，这些其实都不要紧。那最关键的问题在哪里呢？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它严重的缺氮。那严重缺氮以后，造成未老先衰。我们现在最要紧的问题是什么呢？最要紧的问题是要给它追施氮肥，让它迅速的恢复营养生长。营养生长的意思就是这样，我们栽下去，首先让它长个头，积累养分，其次才是开花结果。那这是营养生长是开花结果的一个基础，现在那个基础没打牢，结了果也没用。因此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？我们要做的是追施氮肥。那氮肥的有哪些呢？鱼肥，还有鸡粪。那最要紧的是什么呢？夏天追氮肥风险很大，天热的情况下，那薄肥勤施，每次量一点点，多施几次，直到什么呢？直到这个小苗的颜色转绿为止。正常的颜色就是这颗西红柿这种颜色，
颜色深绿，这才正常的颜色。这棵西红柿我们是4天前处理的，那现在处理以后，它已经黄过来了。